调音喜欢柔和就选林克，想要力度呢就用巴特乌斯。但是这个经验真的靠谱吗？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流传的误解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小问题入手，带你看看从专业的角度在设置 DSP 参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这一期的内容呢比上一期还要硬核，但是请你相信我，无论你是汽车音响的同行还是普通消费者玩家，都绝对值得你耐心的看完。我会用最直白的方式帮助你去捅破安装调试中分频滤波器那层最关键的窗户纸，让你不仅知道怎么做，更彻底的明白为什么。在任何一台 DSP 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巴特乌斯和林克这两种滤波器，后面还会跟着几阶的选择，比如说 BW2 啊、BW4 啊、LR2 啊、LR4 啊等等。那这些代码到底有什么区别？不要被这些技术术语吓到了。我们不讲物理数学，直接看图说话吧。在我这儿呢有3条线，高音是绿色，低音是蓝色，紫色的呢是高低音叠加以后的线。分频点我们定在 4K。 如果高音和低音都用大家最常用的 BW2， 也就是2阶巴特乌兹，那我们打开叠加的线，大家会发现在分频点这儿会有一个很深的鼓。原因呢，看上面的相位图，高音和低音相位差了180度，正好相反。所以我们用2阶巴特乌斯的时候，就需要把中音或者高音即兴反一下，这样分频点重叠的那一部分呢才会有叠加。由于巴特乌斯的分频点处是负3个 dB， 所以它们叠加以后呢，在分频点这个地方会有凸起的3个 dB 的风。那为了让它响应平直，我还要额外用 EQ 呢去把它压下去。那这是2阶巴特乌斯最大的问题。如果用4阶巴特乌斯，斜率更陡一些，尽管相位不需要再反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3 dB 的风需要处理。这是2阶和4阶巴特乌斯最终的结果。最大的问题还是有个3 dB 的凸起。你看，无论是2阶还是4阶，巴特乌斯虽然经典，但它天生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麻烦，那个3 dB 的风，你得手动用 EQ 去把它压平。这就好像我们做菜一样，菜还没有开始下锅，你就得先多处理一道工序。那么有没有更省事儿的选择呢？当然有，我们来看看领克。有趣的是，领克滤波器它本身就是2个巴特乌斯的滤波器串联起来的。但是你看，奇迹发生了，当使用最常见的领克 LR4 的时候，它在分频点上刚好是负6个 dB， 高低音信号一叠加，不多不少，正好是一条完美的直线。我们什么都不用做，默认它就是平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在专业音响领域，系统初始化设置的时候会默认选择 LR4 吧？因为它最省心，问题最少。在调音的起跑线上，它直接给了你一条平坦的赛道。而巴特乌斯呢，先给你在前面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碍。那这并不是说巴特乌斯不好啊，只是在调音的后期，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去尝试其他的选择。但是在第一步 ，LR4 无疑是高效的、最稳妥的，好吧？既然我们用 LR4 解决了分频点叠加的平直问题，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很多初学者甚至一些老手在这里都会觉得 OK 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我们刚才解决的只是在测试麦克风那个点上声音是平直的，但是我们的耳朵不是固定不动的，我们的头稍微一偏，声音可能就完全变化了。这就引出了一个比分频曲线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指向性。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我之前专门拍过一期视频叫高音装错了，仔细讲了高音单元在车内的安装位置和角度有多么重要。在那一期视频内容里面，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喇叭的指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声音是如何从这一个点扩散出去的。但是现在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在我们的3分频系统里面，特别是中音和高音的分频点附近，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由中音和高音这2个喇叭共同发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把它当成2个独立的个体来分析吗？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路是，把这2个喇叭看成一个整体的声学单元。那么，这个整体的指向性会跟我们之前讨论的单个高音喇叭一样吗？答案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会复杂得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很好办嘛，我用 DSP 的延时功能，让2个喇叭的声音同时到达耳朵，相位也把它对上，不就行了吗？听起来似乎天衣无缝，没错，能够利用脉冲响应去对齐延时和调整相位，这本身就已经是高级玩家的操作了。但是这就到头了吗？如果说调音有段位，选对滤波器是青铜，对齐延时相位是白银，那么要晋升到王者，你就必须要面对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把黄地位的频响曲线调得很平，这个也才是触及到了问题的表面。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旦你的头稍微偏离那个完美的皇帝位，这两个喇叭发出的声波就会因为传播路径的细微差异开始互相打架，有些频率呢会增强，有些频率呢会抵消。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在音箱和分频器设计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物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喇叭之间的干涉。那从这里开始呢，汽车音响就开始变得有趣和抽象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喇叭干涉原理，和你可能听说过的歼10战斗机上那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在底层技术上竟然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而已。那我们先从一个点声源开始看，它就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声波呢会向四周均匀的扩散。在这个图里面，亮的地方是波峰，暗的地方是波谷。那现在好玩的来了，我们在它旁边呢放上第二个一模一样的喇叭，注意看，那它们呢靠得很近，比如说相距半个波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声波的波峰和波谷开始互相起作用，亮暗叠加。那有的地方呢相互抵消，有的地方呢相互增强。你看中间的能量变强了，而两侧呢变弱了，一个指向性就是这么诞生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距离拉远呢，当距离从半个波长增加到 1.5 倍的波长的时候，你看中间的波束明显的变窄了。从这儿呢，我们得到第一个发现，喇叭间的距离决定了声波波束的胖和瘦。那么怎么去改变方向呢？我们还是回到两个喇叭，看到它们的明暗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相位是相同的。那我们现在把右边的这个喇叭偏移半个波长的相位，也就是左边亮的时候，右边正好不亮，这样子两个喇叭就完全不同步了。我们再让它回到半个波长距离的位置，发现了没有？波束的角度跟刚才不同了，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发现可以通过改变相位来改变声音的方向。如果我们持续的增加喇叭，增加到8个，就能像一个手电筒一样照向任何的方向了。如果不仅仅是8个，而是一个8×8的阵列呢？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相控阵天线了。我们歼10上的相控阵雷达，马斯克的星链上的天线，都是用的完全相同的技术。关于前面讲干涉的例子，我们知道了用多个点声源可以控制辐射的方向，主要的方向我们叫主瓣。主瓣的角度控制呢是由2个因素来影响的。第一个，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波束的宽度；第二个，相位决定了波束的偏移的角度。那这个和我们的汽车音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音箱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只有2个发声源的简化版本相控阵系统。当它们同时发出声音的时候，分频点附近重叠的部分就会发生干涉，这种干涉的模式会决定我们听到什么声音。我现在用 MATLAB 来做一个仿真，让你亲眼看到喇叭的不同距离和不同的分频点会产生多么截然不同的声音辐射模式。我们在 MATLAB 里面输入喇叭的距离 3.5 公分、7公分、10公分和20公分4个距离。那分频点呢，我们选在 4K， 它的极坐标图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极坐标图怎么看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从喇叭向外照射的声音手电筒。你看最左边这一个，距离 3.5 厘米的时候，这个手电筒的光束非常的宽，覆盖的范围很大，表现得很好。但是随着距离增加到10厘米，光束就变得像激光笔一样尖锐。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你的头必须精准地待在光束的正中间，那稍微偏一点点 4K 这个频率的声音你就听不到了，声音一下子就变了。对于追求稳定的声场来讲，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喇叭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我们分频点的高低。你的距离越近，你的分频点呢就可以做得越低。按照经验来看，有个1倍波长的定律，就是分频点的波长要小于等于喇叭的距离。更理想的情况呢，应该是波长的 0.5 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分频点在 4K， 那么喇叭的距离最好不要超过344米除以4000，等于 8.6 厘米。但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是7厘米。意思就是说，理想的分频点最好在344除以 0.07 等于 4.9K。 为什么是7厘米？这个是这种球形中音导模的极限，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南方公园的球形中音导模呢，和其他的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高音跟中音的距离会非常非常的近。常见的导模方法，他们会把中音跟高音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为了方便加工。而我们的做法呢，是尽可能让它们靠近在一起，看起来只是距离的不同。但是除了比例上更加美观，安装起来对视线的影响更小以外，其实这里更重要的好处就是为了让辐射的角度更大一些，能照顾更大的面积。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距离远了，我把分频点降低一点不就行了吗？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你想把高音的分频点安全的降到2K 附近，还要保持低的失真和好的音色，这个对高音单元本身是巨大的考验。而且这个背后呢，还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单元扩散角度匹配的问题。这个话题坑也很大，我们以后专门开一期来填吧。了解了距离这个道理，我们再看看图上这个3分频导模的设计，它的高音跟中音呢，其实应该可以拉得更近一点，同时呢，它们还在不同的一个平面上。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指向性更加不可控，尽管你在后期调音当中呢，可以用各种办法去弥补一点点，但是这个在前期设计的时候，距离稍微近一点，角度稍微调整一下，效果就会好得多。前面我们讲了喇叭之间的距离会影响波瓣的宽度，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滤波器，比方说用18分贝，也就是3阶的滤波器，来看看会影响什么呢？我们现在用喇叭7厘米的距离，分频点呢定在 4K， 高音跟低音呢都用 BW3 阶18分贝的巴特乌斯滤波器来做一个仿真，会看到指向性呢会往下走15度，这个是由于滤波器90度相位差所导致的。如果我们使用我们前面介绍的 LR4 呢，你看在这种情况下，领克4阶的优势呢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它不仅没有频率响应的凸起，还能够确保指向性稳稳地待在0度的轴线上，完美。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尽管我们手上有非常丰富的滤波器可以用来做分频，但是其实真正可用的选项并不多，尤其是使用非对称滤波器要很小心。LR4 呢永远是最保险的第一选择。那如果使用滤波器使用对了，但是延时设置不对，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人会说会发生梳状滤波，还是刚才那个案例，我们增加高音的延时，从 0.1 毫秒增加到 0.31 毫秒，做成一个动画，你会发现随着延时的增加，主瓣的角度会发生偏移。延时增加到 0.31 毫秒的时候，主瓣的位置大概在极坐标上面的 0.5 的位置，意味着呢，在频率响应上面大概是-6 dB 左右的位置。所以如果延时不对或者相位不对，从轴向的频率响应上来看是一个抵消的衰减，但是其实本质上这个衰减是由主瓣的偏移所导致的。相位在本质上就是时间的函数，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于汽车音响的安装、设计和调音而言，我们要想办法尽量避免这种干涉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其他的领域反而可以利用这种干涉效应去控制声音的方向。比方说前几天周杰伦在厦门开演唱会，吊在舞台前方的长长的一串音箱，它叫线阵列，它的中低频的部分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通过控制每一个音箱的时间跟相位，让不同的音箱辐射到不同的角度，从而让声音可以均匀地分布在很大的一个区域里面，就不会出现离舞台近声音变得很响，站得远了又听不清的这种情况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很多麦克风阵列，它们的声学特征是有指向性的，有些呢只接受正前方的声音，那这样在录音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声就不会被收录进来，达到良好的录音效果，也是利用了这些原理来做的。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汽车音响安装就应该遵循单元越近越好，轴向对准耳朵这个黄金标准。但是我们环顾四周会发现，很多顶级的系统，甚至一些原厂的高端音响，它并没有这么做。比如说在北美，他们喜欢把喇叭装在 A 柱上面，那欧洲人呢，有时候呢，他喜欢把中音放在仪表台朝上打。难道是他们不懂这些道理吗？并不是这样的，这恰恰说明呢，汽车音响的设计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不同的设计取向，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技术路线。汽车音响的设计风格呢，总体上来说有2种。第一种呢叫轴向优化，也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声音辐射的主瓣呢朝向人的耳朵，优化轴向频响的直达声，要求非常精确。这个呢有点像家用音响的摆位的讲究。第二种呢，中音喇叭放在其他的位置，有时候呢甚至高音喇叭呢也不朝向人的耳朵，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干脆放弃轴上的响应，目标呢是整体的功率响应，而不是单一某一个点上的频率响应。追求的呢是氛围上的平衡，在很多时候一定程度上他们放弃了声场的准确性。那要做功率响应的测量，方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整个空间的能量，不能用单个麦克风在单点做测量。那这个时候呢，要用空间平均的方法来做。空间平均呢有很多实现的手段，比如说像喜力士刚刚推出来的 AMI 调音工具包这类工具，它采用的是移动麦克风的测量方法，而像捷力的 JL Max 系统呢，则直接使用了一个5麦克风的阵列系统。它们都是为了捕捉某个区域的声学能量，而不是某一个点的声学能量来做的。如果我们要做功率响应的优化，特别是如何去做空间的平均测量，那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以后有机会呢再来聊吧。
不管是做轴向的频率响应，还是做离轴的功率响应，这不是一个谁更好的问题，只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条件，选用不同的产品设计方法。那最后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理想的滤波器呢是 LR4， 它的问题最少。第二，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喇叭，我们考虑辐射角度的问题；两个喇叭就要考虑相互之间干涉的问题了。喇叭之间的距离越近，分频点、滤波器的类型和斜率这些因素呢，决定了这个小音响的辐射特性。大体上的原则就是单元越近越好，分频点呢不能太低，4到5K 呢是比较合适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让人的耳朵呢尽量在轴线上面。如果说你不做导模，可以不考虑轴向优化，而是用功率响应的优化来做。这个呢和我们平时做比赛时候的精准皇帝位极致的要求呢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设计目标了。讲着讲着，今天的内容呢肯定是超纲了。我知道今天我们聊的这些东西，从干涉到系统的设计，对很多朋友来说的确是太硬核了。这对于专业人士和深度玩家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是我也收到了很多普通车友的留言，他们更关心一个实际的问题：我能不能自己在家用最简单的设备也能把汽车音响装起来？所以请大家放心，在下一期呢，我会专门为大家准备一期保姆级的纯实际操作的教程，主题就是如何从零开始，在家徒手改汽车音响。那你需要哪些东西？怎么接线？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我都会给你一步一步的演示给你看。说回到今天，我想表达的是，汽车音响要做出理想的效果，除了调音以外，方案设计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方案设计的有问题，后期调音能做的事情呢并不多。很多时候，正因为前面的方案没有做好，是我们自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能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这一次呢，请允许我为你们点个赞，也感谢你们的耐心和支持。这一期我们跨越了从滤波器到相控阵雷达的干涉效应，再到系统设计的哲学，信息量呢确实很大。如果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意犹未尽或者有疑问，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因为一个好的问题远比答案更有价值。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